不懂。郑丽文当然今天又在发火了，说：“你们现在在破坏国民党的团结，在伤害国民党，我就已经没有用了，因为这把火其实根本就是你烧的。你当时不要用贼人那2个字，今天也不会搞到现在不可收拾。好，那现在国民党内部呢，传出了一个消息，要说以后不要再讲政协会了，你现在给我讲附录交流。政协会不是郑丽文心心念念要做的事吗？不是讲4到6月我就要政协会了吗？怎么可能说政协会这3个字你现在不要用了呢？那不要用了是你现在国民党自己内省说我要低调，还是说根本就中国觉得已经没有政协会了？你今天郑丽文何许人也？你凭什么跟习近平平起平坐？你凭什么跟习近平把名字挂在一起？所以现在不是说国民党下令啊，这搞不好跟你们中国共产党下令国民党叫你不能用政协会了。这个东西不准用政协会，要改成用这个附录交流、两岸交流这个100%是北京指示，这个怀疑都不要怀疑，而且是北京的最高当局指示，因为这个已经伤到他的形象。有伤形象吗？这关北京什么事？大家开玩笑在北京这个皇帝习近平是皇帝你可以随便讲他名字你再多讲几次，他本来是把你黑名单，最后变成黑名单那不一样，你不了解那个制度的结构嘛，知道吗？我不能犯弊，对不对？当然是这样子嘛。这个你看，他根本不懂。所以我曾经在台湾讲，我几个礼拜前我就讲嘛，我说从他讲话的内容看，郑丽文不懂得大陆的规矩。然后第二个，他的大陆的人脉关系有问题，不够好，没人告诉他，就这个话不能讲，那个话可以讲，然后怎么样帮他作业，这是一套专业的东西。大陆是有规矩的国家，大陆规矩一坏掉那个官不能当的这是好，这是第一讲的郑丽文的专业不够。对，然后第二个郑丽文的性格，什么性格呢？他目空一切，自以为是，所有的问题，不管他今天骂人，昨天骂贼人，上礼拜5骂吴子嘉，都是天天在骂人。对，我问你嘛，你一个打交道、办交涉的对象，看到这种咖，你会怎么想？而且可怕在哪里？他说翻脸就翻脸，不，所以我刚刚讲的目空一切对，不，老公不怕他翻脸老公翻脸就是你这个人不可靠，把我讲的话你会讲。到现在为止，我不觉得他们的沟通管道已经建立起来了嘛。我在倒推过来，从他一当主席开始，你看唯一跑得最勤快的人是谁？就是萧旭晨，然后中间穿插了一个叫做张荣恭，张荣恭去干什么？去干嘛？不知道嘛，简单嘛，突然间一个冰箱里面的人跑出来跑去交流，搞自己的事嘛，不是在搞国家的事情嘛。萧旭晨是搞党的事情嘛，最后踩到了马英九红线嘛，或是马英九旁边的重要人物的红线，然后被砍了嘛，就是简单嘛。还有一个，我问你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李鸿源跑去搞智库干什么？不知道。李鸿源专业是什么？水利跑去搞两岸智库。你这个国民党在野党有什么智库好弄的嘛？你自己本身连个军购都搞不清楚，所以这是乱成一团，全部在做生意。讲简单一点，你做生意做到人家瞧不起了。今天为什么小金敢下那么重手？就是知道你这批人本身有可能涉及到不当的财务的处理嘛，不然怎么会送法院干嘛？送法院就是要自清嘛。可是你刚刚讲了，现在刚刚后置有讲送法院是一刀两刃你送法院，你马办的钱要不要交出来？我如果顺藤摸瓜，我透过马办的钱，我马英九的钱要不要算出来？我如果今天这样算下去，我两岸交流的钱要不要算出来？那我们还简单算大九学堂每次就是60个人。60个人，一个人5万块，那就一次就我最保守就300万300万也不是一个小钱马办没有那么多钱这个钱从哪来？这一搞下去不就天下大乱了吗？钱是最小的事情，是办交涉过程中的管道跟交涉工的内容，这2个才重要。这2个可能涉及到国家机密。这个国家机密，你卸任总统是不能处理的事情，会犯法的事情，就是这个东西到法院一定要讲出来。是你不能用萧旭晨讲一句话说，我都跟他讲了，他忘记了，不是没有那么简单。如果你都跟他讲他忘记的话，那法官会做怎么处理？法官马上就请医师鉴定，送医院鉴定，这没有什么好讲的嘛。可是马英九自己不知道，说我做了这一招是险招，我这一招可能我会反噬我自己吗？那些都不重要，因为很简单，如果他有医生的鉴定资格，他有免除刑责的能力嘛，
对他无行为能力的话，这个事情一点责任都没有嘛。关键在最狠的一招嘛，全面停止嘛，何时会恢复还不清楚，这表示什么意思？他不准备恢复了嘛，他跟你鱼死网破，你还看不出来吗？然后刚好碰到一个专搞砸事情的一个郑丽文，他也跟你鱼死网破。然后用个奇奇怪怪的名称来骂他，对，那孰可忍，孰可忍，孰不可忍？金溥聪会容忍你骂我贼人吗？一定给你死的嘛！这个问题是殃及池鱼，对，那谁是池鱼啊？谁是池鱼？北京是池鱼啊！北京昏倒了，他妈嘟着笑哎！所以谁要碰台湾呢、碰到台湾有够衰，你知道吧？因为这些人不入阁，这个叫什么？叫做草台班子。草台班子，这些草台班子干不出好事，竟干屁事。所以你知道我知道以前看杨石就在说，他们中国人在骂人怎么骂？他说你这个人没水准。他说你就像山中笋，山中的笋就已经冒出头来。那山中笋什么意思？嘴尖、皮厚、腹中空，你什么都干不了，没有任何价值。我每次看到说这个嘴尖、皮厚、腹中空，你有如山中笋，我就想到了这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不过浩子中间有个关键点就是金小刀出手了啊，中正大家已经开始出来了。金小刀其实也妙哦，他当过驻美代表，他当过国安会秘书长，所以他今天出这个手，大家觉得有一点点不单纯。我觉得。台湾人真的是大多数，我觉得看热闹啦。但是从整个国民党体系来讲，他是算是比较亲美的代表。他亲美，他比较亲美的代表嘛，或者说你要讲他知美也好，无所谓。可是老共一定会从这个角度去看，就是说最起码我先怀疑这个东西是不是这样，搞清楚再说嘛。那所以你这个短期之内，他一定觉得说你是不是国民党亲美的势力进来？因为国民党现在还有其他国的亲美势力也都跳出来嘛，朱立伦也跳出来，卢秀燕去美国，对不对？你到底老美是几股力量一起进来，对不对？然后你说马英九，所以后面是中美大战。我说老共一定会从这个逻辑去看，然后慢慢的再去看排除说到底是不是？那你马英九现在的状况来讲的话，你后面短时之内都不用玩啦，你把一个事情完成这样之后，老共现在敢碰你啊？不敢，对不对？老共。我觉得老共连国民党都不敢碰了。对啊，你说你现在的状况来讲的话，国民党老马现在的状况就是现在就是把自己整个局都玩烂掉嘛。你现在的状况，这两个走了之后，你整个两岸交流这块几乎全部都没有，而且你原本的魁理、原本的基础全部都打掉了。哦，你原本只是想说，我觉得我看不爽，这东西应该是我的，怎么辨别？现在是把原本的基础全部都弄掉。明天柯文哲要宣判，那当时呢，沈清基讲他身体不好，他明天要坐伦理去，可是就今天就释出了一个影片，导播我们现在看，他可以跳舞，我没有想到他的舞还跳得这么好，今天这个事情居然被丢出来了。沈清基为什么跳舞被丢出来？这个很奇怪的一个消息啊，对不对？而且这个对不对？因为他晚上约我出去过几次了哈，都是听歌了啊。那有一个他自己的一个地方，就是属于那种叫小上海类似这一类的哈，有乐队啊，哦，那这一类他的舞跳得很好啊。他说我身体真的很不好。我现在爬楼梯5层楼5个楼梯我都受不了。那我身体这么不好呢，所以医生建议我干嘛？医生建议我要会跳舞，因为呢我小时候学过伦巴，我学过什么，所以我的身体肌肉啊还有跳舞的记忆，所以我是来健康练身体的。不过我刚才跳舞，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也不要去阴谋论了，到底是谁帮他把这个东西丢出来哈？那这个丢出来是要害他害他，明天要收押怎么办？对，那你这情况很好啊。就把它压起来算了。现在不是保外就医，不是保外就医，因为这个明天判刑如果是重罪的话，柯文哲最大的风险就是重罪，因为那时候你不要忘记柯文哲被囚刑几年啊？28，总共28年。对啊，28年，如果判刑是重罪的话，10年20年的话，法官可以当场收押，法官不告诉你啊，因为脱逃你有逃亡之余啊，当场收押。那他如果用我说生病啊，身体不好啊，法官就把这个放给他看，大哥你跳舞跳那么好，你到里面去跳吧，当场就可以收押掉啊，他不要傻，这是有人要害他嘛。对，明天柯文哲要宣判，会判重罪吗？会10年以上吗？这个重很重吗？我认为有个关键问题了啊，柯文哲今天讲的一句话，我觉得比较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说，这个话跟明天的这个应该有挂钩了。他说如果黄国昌在新北市要选到底的话，这个李四川挂定了，就是他们的蓝白合有意见嘛，我觉得是抛媚眼，你知道吧？我认为是抛媚眼的，
你的意思是说，他要让黄国昌选到底？对呀，不是，就是他这句话是讲给赖清德听的绿营听的嘛，我觉得讨好绿军嘛，对不对？那这个事情就是意有所指嘛，你们最好不要给我搞成这样。他不是怕判重罪，他怕明天被收押。没有人怕判重罪，收押受不了，收押以后他就完了。他如果没有被收押，在外面继续混，他可以继续讲他民主理念。57台每晚9点，宝洁点兵点出全球战略新布局。